内院选拔赛结束，萧炎以绝对的实力优势获得第一。而进入内院前，面临一场不小的考验——火能猎捕赛。萧炎眼看着合作默契的老生抢夺了一队新生的火能卡，以别人那等默契，萧炎一盘散沙式的队伍想跟他们团战并不容易。在薛儿的带头下，虎家、吴昊赞同萧炎当队长，白山虽不乐意，当下也只能无奈同意萧炎指挥行动。萧炎表示，一直横冲直闯的话，难免最后会因为情报匮乏陷入被困的局面，应该先选择一支老生队伍下手，想办法得到关于森林路线、参加猎捕赛人数以及火能的相关情报。说干就干，萧炎一伙跳在一队老生面前，一人一个，速战速决。5人各自抓1人到一旁去盘问，最终得到一张森林大致的路线图，得知了参加猎捕赛的老生一共10组，50人，其中8支普通队伍，2支实力强横的往届老生队伍，号称黑白官煞，还有在内院之中有着一座天坟炼气塔，在塔里修炼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奇效。而想要进塔修炼，火金卡中的火能就是费用，学院每个月都会发7天火能作为保底，火能不够用的话，可以去扫塔、抄卷轴、参加各种劳动，可以猎杀魔兽，用魔盒换，可以找人在内院的竞技场中比赛等等。还有一个最舒坦的赚取火能的办法，登上内院的强榜，榜单有50个名额，只要能够登上，便可获得内院颁发奖金。当然，奖金与排行挂钩。在知道了火能作用之后，萧炎和气地对老生说：“将你手中的火金卡交给我可好？”实力面前，老生哆嗦着从纳戒中将一张蓝色火金卡拿出来。萧炎握着一黑一蓝2卡片，重重一搓，自己的卡上的数字顿时变成了26，而那张淡蓝色的卡片则是缩水变成了保底的7，低于10个火能，老生就得淘汰离场了。萧炎5人抢上瘾，继续下手，一下抢了5队的火能。除去那2支所谓的黑白官煞，还能再抢3支队伍。渐渐的，有一支新生队伍正在猎捕内院老生手中火能的消息，逐渐的开始在森林之中传播。萧炎5人只能快速应付1支队伍，2支是极限，3支绝对必败。现在录了风声，恐怕那些队伍会同时围劫。好在新生就算被抢了火能，但也不会被淘汰下场。于是萧炎决定把新生全部集起来，放出风声，将3支老生队伍吸引过来，然后给他们一封窝端了。之前被抢的新生队伍可不少，这么多天的欺压，如今终于可以反抗了。黑白官煞之外的3支队伍在新生们的引诱下全部到达。萧炎带领白山、吴昊分别对抗3队队长，薛儿、虎家则是和新生们一起对抗剩下的12名老生的攻势。萧炎的对手名叫苏孝清，是名6星大斗师。经过10几分钟近战，萧炎彻底摸清了苏孝的攻击模式，然后突如其来的撤防变攻，嘴巴一鼓，使出狮虎碎金银，奇异的虎啸声让正面相对的苏孝几乎是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昏厥状态。在狮虎碎金银之下，苏孝短暂的恍惚成了致命的破绽，最后被萧炎一招8级崩彻底击败。另外几人的战斗也接近尾声，白山击败冷白后加入薛儿、虎家的战斗，吴昊也艰难打败萧炎。内院老生终于是守不住僵持，被新生们打败。就在众人准备分赃的时候，5个穿得黑漆漆的人冷不丁地出现在树干之上，这便是黑白官煞的黑煞队。萧炎感应到黑煞队队长沙铁是位大斗师巅峰的强者。就在2队准备火拼的时候，忽然白山喊了句：“哥，你还记得我吗？我们见过的，我表哥白风沙铁见是熟人弟弟，便放白山跑了。”白山的临阵脱逃让新生队伍战力大损，战术安排上只能萧炎、薛儿、吴昊、虎家各队上1人，剩余的1人由新生队伍中还能继续战斗的15人抵挡。萧炎4人只能尽力打败对方，到时候再腾出手帮他们。拟定好作战计划后，战斗开始。在近身肉搏时，萧炎看准时机，使出吹火掌。以他如今的实力，施展吹火掌足以震伤大斗师。没想到沙铁若无其事，只是晃动几下，萧炎脸色凝重，掌中旋起青色火焰，飞快向上蔓延，将2条手臂包裹其中，然后对着沙铁暴冲而去。沙铁是很强，但是修炼的斗气属性敏捷性较差，绝技跑不开萧炎的攻击，索性照出斗气铠甲，用拳头与萧炎硬碰硬。碰撞之后，萧炎急退了2步，沙铁仅只是身体颤抖了几下，萧炎只好放弃肉搏，开始借助着自己的敏捷与沙铁周旋。此时其他的几处也是逐步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虎家与吴昊因为先前已经战斗了一番的缘故，开始被黑煞队的队员压制。只有薰儿完全相反，他清楚吴昊与虎家坚持不了多久，因此没有丝毫保存实力的想法。击败了对手后，在吴昊危难之际，抽出手来援助吴昊。吴昊见来了帮手，立马不怕死的冲上去。原本就是强弩之末的吴昊被震伤，还好薰儿眼疾手快，一掌重轰，又料理了一名黑煞队队员。接下来薰儿与所剩不多的几位新生配合，5分钟后，薰儿逮住对手破绽，第3次打败黑煞队队员。薰儿出色实力，凭一己之力将白山的离开所造成的颓势拉平。不过比赛的关键还是在萧炎那边，一旦他那里出了问题，那么这好不容易扭转的局面将会毫无悬念的再度逆转。萧炎清楚，自己现在的任务并非是击败沙铁，而是拖住他。萧炎有的是药，体力不够就嗑药，还有一火加持，沙铁半点讨好，终于撑到薰儿、虎家联手，除去最后一名黑煞队成员后，3人汇合，同时对着沙铁招呼过去。沙铁看了眼落败4名同伴，叹了一口气，极其无奈地说：“我们输了。”赛后固定流程分赃结束后，萧炎用20天的火能向已经成为穷鬼的沙铁打听白煞队的消息。沙铁冷哼一声，说那白煞队的实力比黑煞队还要强一些，队员实力相差不多，可他们的队长罗侯是一名斗灵强者，你们这些元气大伤的新生队伍，就算全部一起上，恐怕都闯不出去。元气大伤算什么？别的不说，萧炎就是不缺药，花费了1晚上时间，萧炎炼制出了一些治疗内伤的丹药，分发给众人。在丹药的帮助下，又经过1天休养，全员恢复巅峰状态。森林出口处，2队相遇，萧炎等人想法很清晰，4个主力对罗侯，新生们对4名队员，只要将最棘手的罗侯打败，其他的倒是不足为虑。决战开始，萧炎猛然劈下玄重尺，一道凌厉青色斗气刚芒顿时从尺端射出。斗气外放是大斗师标志性的攻击方式，相当于远程攻击。薰儿3人紧随其后，挥击出3道斗气钢芒，4道钢芒狠狠对着罗侯而去。罗侯手中闪现寒铁棍，棍影不断砸在4道钢芒之上，如此反复，4道钢芒被其生生化解。周次远程攻击无效，萧炎4人同时再次发起近身攻势。罗侯以1敌4不说，还硬生生将4人震得连退了2步。同时，在另一边战斗的新生们已显被白煞队围困之象，不能再拖了。到时白煞队全员汇合联手，就无力回天了。萧炎让薰儿3人呈3角阵型，拖住罗侯，自己左手紧握紫色火焰，右手缓缓升起一团青火，在满场道哗然声下，2团火焰开始融合。佛莲怒火完成后，薰儿3人退下，将战场交给萧炎。青紫火莲直袭罗侯，罗侯举起寒铁棍，重重地向火莲轰击。寒铁棍上的冰霜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不到10秒钟，铁棍由雪白转化为火红。由于罗侯手掌直接接触棍身，只好将那几乎成了火炭的寒铁棍丢开。寒铁棍落地，棍身之上还不断蔓延着裂缝。此时，这根造价不菲的寒铁棍完全变成了一坨废铁。然而恐怖的是，那朵被罗侯奋力一击的火莲，只是表面的火芒黯然了一些而已，其本体丝毫未有动摇。就在火莲即将爆炸的瞬间，石台中观战的2个内院长老脸色大变。苏长老腾起身冲进石台中，轰的一声，场中所有巨石都变成了铺满地面的厚厚石灰。等白色雾气消散许多之后，罗侯的身形率先出现，看模样并没有受到什么创伤。山坡上观战的老生们很纳闷，以火莲展现的破坏力来看，凭借罗侯的实力，不应该毫发无损啊。随着雾气彻底消散，只见几乎是一屁股坐在地面上罗侯身侧，苏长老保持着手掌平伸的姿势。原来火莲攻势被他给阻拦了下来。无人知晓苏长老在手掌缩回袖袍之后，都忍不住一阵轻微颤抖。沉默了片刻，苏长老宣布今年这届的火能猎捕赛新生赢了。罗侯不甘，表示他们还能战斗，不能就这么判输。苏长老发怒说：“你闭嘴吧，要不是我出手，你还有命站在这里。要是不服气，等新生进入内院1个月后，内院竞技场随时敞开。”瞧得苏长老动怒，所有人明智地将嘴巴闭上，不敢再发言。作为火能猎捕赛的胜利者，获得20天的火能，而萧炎、萧薰儿、虎家、吴昊4人则是额外奖励清火金卡。
外加30天的火能。火金卡由低到高，分为黑、蓝、青、赤、紫5种颜色。黑色金卡只能在炼器塔第1、2层修炼，蓝色金卡是3、4层。想要升级金卡，需要缴纳火能换取。黑升蓝需要缴纳100天的火能，蓝升青需要缴纳200天火能。萧炎4人获得青火金卡，相当于节省了300天的火能。通过了火能猎捕赛，终于萧炎来到迦南学院的核心的所在内院。陨落星岩真的在这里吗？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脑袋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